未婚夫上门迎亲时，与扶我上花轿的嫡姐一见钟情。早就听闻宋家长姐才貌双全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令人生目。二公子密赞了。岳母，新月出嫁，想必心里害怕，不如让姐姐送她一程，左右多备一顶轿子的事。他笑着将她扶上另一顶轿，最后和他拜了堂。我从妻成了妾，成了京城里最大的笑话。嫡姐受尽宠爱，因为身子弱，连我生的孩子都被抱走养在她膝下。妹妹，你辛苦了。我体弱不能生养，你生一个也是应当的。既然生完了，你也没用。是我的孩子。你若活着，我总担心你会抢着孩子。妹妹，你别怪姐姐。若真有轮回，我绝不放过你们。妹妹，我来扶你上花轿。老天有眼，真让我回到了出嫁这一刻。上一世，我竟相信她穿成这样，只是为了沾沾喜气。姐姐今日打扮得真像新娘子，倒叫人分不清楚了。妹妹昏说什么？我不过只想沾沾妹妹的喜气。新月，阴狠狠看着你姐姐做什么？这院子冬暖夏凉，你姐姐身子弱，我便做主让她住进来了。你搬去偏院是受了委屈，但如今你都要出嫁了，以后也用不着了，就别再计较了。母亲既然已经把我的院子给了姐姐，甚至连我的首饰盒子都搬空了，新月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你姐姐离京多年，你在京中享受双倍宠爱，如今姐姐好不容易回来，你该懂事。在京城你什么得不到吃不到。母亲，不怪妹妹，是我见识浅，没见过京城这么精美的首饰，才多看了两眼。新月，你姐姐身子弱，她离开父母身边够可怜了，你让她又何妨？母亲说的对，新月不争了。新郎官来迎新娘子出阁啦！还好，一切还来得及。好啦，吉时快到了，妹妹该上花轿了。迟景年，宋初月，这一世我们重新算过。吉时已到，请新郎官迎娘子出阁啦！这位是？这是新月的亲姐姐初月，刚从江南回来。新月出嫁，想必心里害怕的紧。我看姐姐与新娘子打扮的一般喜气，不如让姐姐乘另一顶轿子，送她入府。好，好，好，她们姐妹感情最深，有初月陪着，新月一定心安。上一世我只当她体恤，这一世才看清，这两人的眉来眼去早已成了气候。好，全凭二公子和母亲做主。小姐，我看二公子在那边照顾大小姐照顾得紧，这是……月儿，记住了，待会儿到了魏国公府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只管找按照我吩咐的做。想要偷天换日，想要我给你们当踏脚石，这一世我绝不让你们如愿。新月，喜堂突然出了点岔子，下人们正在处理，你姐先在轿中等一等，莫要心急，马上就可以拜堂了。出问题？迟景年，你倒是找了个好借口，恐怕此刻你的心头爱正从角门悄悄被抬进去，准备顶替我的位置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吉时都快过了，你们魏国公府到底是什么规矩？哪有让新娘子在大门口晾着的道理？世子有令，所有人必须守着大门，不准乱动。怪哉，堂堂国公府吉时都过了还不迎亲，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是啊，刚才我明明瞧见好像有另一顶轿子，遮遮掩掩的往侧边角门进去了，莫非那才是正主？这宋家二小姐也真是个慢性子，这种委屈都能忍。月儿，动手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我在这里，国公府里到底是谁在拜天地？你们魏国公府在干什么？花轿临门，新郎不见，却听见府里在成亲。今日究竟是谁成亲？我的老天爷！魏国公府今日不是娶宋家二小姐吗？二小姐分明就在这站着呢，那持家二公子是在跟谁拜天地？谁知道呢？刚才不是有人说看见另一顶轿子进了府吗？嬷嬷，玉儿，随我进国公府，咱们宋家也是名门望族，断没有新娘子在门口受辱，屋里却拜堂的道理。我倒要看看，今日究竟是迟景年跟谁成婚，要这般遮遮掩掩。夫妻对拜，礼
成。等等，这不是宋家二小姐吗？她在这里，那拜堂的是谁？逆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池二公子，你去宋家亲手接的我，却在府门将我拦下。原本以为你是体恤我体弱，没成想竟是急着在府里与别的女人拜堂。池景年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这个新娘到底是谁？我是你们魏国公府8抬大轿3媒6品抬进门的，那她呢？她算哪门子的新娘？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，要让你池二公子如此偷天换日。姐姐，怎么会是你？原来如此，难怪刚才迎亲的时候，池二公子信誓旦旦地说，怕我一人远嫁会害怕，特意让姐姐陪着过来，还早早准备了另一顶轿子。我还纳闷为何魏国公府如此周到，竟然连送亲轿都备好了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原来你们早就盘算好了，趁我被拦在府外之时，你在里面先拜了堂成了亲。池景田，那我呢？现在我算什么？我不管你们国公府打算干什么，也不管你与我姐姐之间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情分。可是池景年，你们万万不该骗我！新月，你别闹了，这件事不关初月的事，是我对她一见倾心，但我与你有婚约在先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所以才和初月商量了这么一个法子。她是你嫡亲长姐，她先拜堂，你再入府，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我池景年没有负你，我不过是让你晚拜堂那一会儿而已，你何必如此斤斤计较？自古以来，先拜堂为妻，后进门为妾。池景年真是一手好算盘，要让我堂堂宋家嫡次女给你做妾，不过是一个名分罢了。你姐姐比你年长，论理你也排在她之后，这再正常不过。况且是妻是妾有什么要紧的？初月生性善良，她绝不会苛待你。我会让你做平妻，并不是妾，你可满意了？平妻说得好听，谁不知道平妻就是妾？新月，初月是你嫡姐，她性情温顺，定不会苛待你。你们两个私定终身，却将我蒙在鼓里，用我的婚礼成全你们。妹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……你们若是想在一起，为何不在成亲前与我说明？为何不禀明父母？我也是怕伤了你的面子，才出此下策。你是怕伤了我的面子，还是怕说破了这桩事，我宋家那丰厚的嫁妆飞了？你需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国公爷、夫人，我想问，这国公府当初的婚约还算不算？当年的婚约是国公爷和父亲定下，父亲视我如掌上明珠，当初与国公爷约定，国公府娶我进府是做世子夫人的。如今池景年却和别人拜了堂，这便是毁了当年的约定。自然是作数的。新月，你姐姐体弱，她为正室也无力主持钟会，到时候国公府钟会也由你来操持。你除了名分上不是正室，其他的都一样的。上一世你就用这套话骗我，让我主持忠义，不过是想让我用嫁妆贴补你的用度，再用我的孩子给宋初月当幌子，甚至怕孩子长大后知道真相，将我一碗毒药毒死。这一次我绝不重蹈覆辙。这一笔一画写得清楚，娶的是我宋新月。大胆逆子，你怎么敢做出早就定事？这父亲，你居然敢在婚礼上偷天换柱，可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？父亲，我对初月一见倾心，我们早已私定终生，这辈子我非宋初月不娶。宋新月是初月的嫡亲妹妹，我说了不会负她，我会一样娶她为平妻，并没有毁约。父亲母亲何必如此动怒？糊涂，简直是荒唐！平妻怎么算妻？你是我魏国公府的世子，怎可私自做出换娶一事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池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你是宋家的嫡长女，高门世家的嫡女，世家女子讲究的是个端庄贤淑，谁会做出替嫁一事？这便是宋夫人教养出来的好女儿。母亲，您别为难初月，都是我的主意。夫人息怒，我不是存心想抢妹妹的婚事，我只是太喜欢二郎了，想与他在一起罢了。若妹妹愿意，我也没想过要争什么，我愿意以他为尊，只要能留在二郎身边。以我为尊？上一世你转头就毒死了我，宋初月，你这副模样真是让我恶心透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
你是嫡长女，这魏国公府的正式之位本就该是你的，凭什么要让他？母亲，你姐姐身子弱，好不容易回京，不过是喜欢上你的未婚夫婿，便这样不依不饶？你是要逼死他吗？非要在喜床上闹事，是要毁了你姐姐的名声，你才满意？母亲，名声是他自己不要的，婚事是池景年亲手毁的，怎么倒成了我的错？他与景年两情相悦，你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？若你姐姐当时在京，这门婚事本该是她的。论嫡论长，婚事就是长幼有序。我是母亲，我为你们做决定。今日你们二人同嫁进国公府，初月是妻，新月是妾。宋夫人，这简直是荒唐！母亲，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回来，不该喜欢妹妹的夫婿。可是，大夫说我寿处有限，我只想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与喜欢的人相守。我只自私这一次，心月，你让让我可好？初月，你莫要求他，本就是他欠你的。不要哭，初月，你这样我心都要碎了。我池景年今日立誓，我只娶你为妻，这魏国公府的正式位子永远是你的，谁也不能委屈了你。宋新月，你姐姐都已经虚弱成这样了，为了她的终身大事，你就不能退一步吗？父亲临行前有令，我宋新月身为宋家嫡女，入府只会做妻，绝不为妾。既然二公子已经与我长姐拜堂成亲，名分已定，那他与我的这门婚事，自然算是彻底作废了。你这逆女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但这玉牌在此，证明我宋家与魏国公府的婚约仍在。宋二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？反正魏国公府也不止二公子一个儿子，既然两家婚约只在联姻，那新月为尊父命，新月愿意嫁给国公府大公子为妻，还望国公爷成全。吓我兄长，这绝不可能！宋新月，与你有婚约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能嫁他？二公子这话可真有意思。既然你已急着在偏门与别人拜了堂，又有何颜面在这里口口声声说与我有婚约？当年的婚约契书上写的明白，聘宋家嫡女为魏国公府公子之妻，承世子夫人之位，可没指名道姓说是哪位公子。既然二公子已娶了长姐为妻，魏国公府自然不能失信，那这早已说定的亲事就只能由大公子来完成了。国公爷，您是沙场速将，最重信义，您说新月说的是不是这个理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！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母亲息怒，二公子已说了以平妻之礼娶你，你还要如何？非要闹得两家无法收拾才甘心吗？宋新月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有一点宋家嫡女的端庄体面吗？你长姐刚才亲口说了，入府后绝不会与你争抢长家之权，你们姐妹二人在一处同心协力，难道不好吗？当然不好，你们要的是我的嫁妆贴补亏空，要的是我的命给楚二铺路，我的一生在你们眼里又算什么呢？此乃两家家主定下的婚约，重于泰山，自然要遵从。去，立刻去西山大营，请大公子回来，就说府中大喜，请新郎楼入席拜堂。是。世子夫人，难道当初两家约定，谁娶了宋新月，谁才是国公府未来的继承人？父亲，万万不可！新月与我自幼定了亲，全京城都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可以转头嫁给大哥？况且大哥是习武之人，常年待在军营里，满身血腥气。新月自幼饱读诗书，他这般性情，与大哥那种粗人并不相配。二公子，相不相配，恐怕已与你无关了。如今说的是两家的婚约，这婚约关系着宋池两家的未来荣辱，两大家族联姻是定好的，绝不是你随意换个人替嫁就可以糊弄过去的。既然二公子娶了长姐为妻，那这早已说定的世子夫人名分，就该由你的兄长与我来完成。新月，我兄长可是武将，整日里舞刀弄枪，你以前不是最讨厌那些满身戾气的莽夫吗？我是讨厌舞刀弄枪之人，可我更讨厌背信弃义的无耻小人。国公爷，大公子回来了。父亲，儿子刚从西山大营回来，接到府中急信，说有大变。到底发生何事？哎，说来话长，你二弟不懂规矩，为了全两家情分，今日由你带他成亲。去换了喜服，
今日你们兄弟一起成亲，由你迎娶宋家二小姐宋新月为正妻。大哥，新月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早就定了亲的，你怎么能娶她？二郎，你方才口口声声说非我不娶，如今大哥要娶妹妹，你便这般失态，你是后悔娶我了是吗？初月，这与你无关。我与新月自幼定亲，我说过娶她的，我也确实想娶她。如今我虽娶了你长姐，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你肯进门，她为正，你为平，你们平起平坐啊！以后在府里，我们3个人会一起举案齐眉。你为何非要闹到这一步？二公子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想要青梅竹马的名分，想要新时佳人的柔情，还想坐享娥皇女一姐妹同嫁的齐人之福，3个举案齐名。可惜我宋新月并不喜欢你的打算，我也没那么大度。你既娶了长姐，就该好好对她，何必惺惺作态，既要又要，好不贪心。好，好，好！你高尚，你清高，你真以为嫁了兄长他就不会纳妾吗？他那样的武将能给你什么温柔？他能守着你一个人过一辈子？二弟当真是多想。我这常年在西山大营摸爬滚的，房里连飞过的苍蝇都是公的。我房里端茶倒水的也只有小厮，比不得二弟你啊！在京城里夜夜红袖提香，还未成亲，屋里那丫鬟通房就没断过。大哥你……宋二小姐，我虽是一介粗人，但军中之人言出必行。我保证，我房里并无妾室通房，只要你嫁进来，以后也绝对不会有。只是有一点，我身为将领，常年征战在外，守的是边境。若你嫁我，怕是免不了聚少离多。这深宅大院里的寂寞清苦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将军多虑了，你是为了正事，是为了保家卫国。我大招好儿女，能嫁与将军这般的英雄，我有何怨？我宋新月愿意嫁与到疾风将军为妻，将军不离，我便不弃。拿过来吧。既然一切都是现成的，那便莫要让宋二小姐再喜糖久等。是大公子。将军，您这成个亲比突袭敌营还快。宋家二小姐有这份胆气，本将军自然不能让她在这喜糖上受了冷落。这京城的喜服，倒是比夹角轻得多。这算什么？父命难违，他难道真的要捡我不要的破鞋？二郎，大哥是疾风将军，他若真的娶了妹妹，那这府里的世子之位……闭嘴！这婚约本就是我的。父亲，儿子已换好新郎礼服。好，不愧是我池家的长子。小姐，老奴方才在门外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您受苦了，但这门亲事换得好。大公子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比那池二公子强了1000倍万倍。小姐，你一定会嫁得好，过得好好的。嬷嬷放心，你如今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为你们姐妹2人精心筹划了这么久，你怎么能如此任性，非要把事情闹到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你才甘心吗？母亲口中的精心筹划，便是要在我的婚礼上偷梁换柱，让我沦为全京城的笑柄吗？我只想问母亲最后一句，你心中是否从头到尾只有姐姐？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可有想过我的处境？为了姐姐，你甚至不惜毁我一生，让我做妾，就是为了让我进府伺候她，跟她同嫁。你姐姐身子弱，在江南吃了多少苦？你自幼在我身边长大，备受宠爱。如今她回来了，你不应该把这多年的宠爱还给她吗？你样样都要争，如今不过是让你让一让你姐姐，你又如何舍不得了？你竟然还要当世子夫人，你非要压你姐姐一头才甘心吗？你这样做，是不是存心要逼死她，你才满意？既然在母亲眼里，我的整个人生都只是用来偿还那莫须有的恩情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母亲若对我今日出嫁不满，大可以去信给在边关的父亲，这门亲事是父亲为我定下，除了他，谁也别想更改。若母亲还愿意祝福女儿，女儿心领；若母亲不悦，那也请母亲往后多忍忍。毕竟我也是你的女儿，以前总是我让你和姐姐，往后
你让一让我又有何妨？不怕，有我在。这宋家二小姐竟行径的嫁了大公子，那可是疾风将军啊！谁能想到宋将军和魏国公定下的亲事兜兜转转，最后竟落到了这位不近女色的大公子身上。你们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家定亲时可是有说法的，说是这二小姐嫁给哪位公子，哪位便是日后承袭爵位之人。这是为何？婚姻大事岂能决定爵位？听说是二小姐当年在魏国公府玩耍，恰逢老夫人心急突发，身边没人，是二小姐临危不乱拿了药，救下老夫人一命。难怪老夫人曾亲口许诺，二小姐入府后，她嫁了谁，谁便承袭世子之位。原来前世的死局竟藏着这样的缘由。迟景年，你为了所谓的真爱舍弃我，却不知也亲手葬送了你最在意的权势。乐声再响，也遮不住亲生母亲的算计；红绸再艳，也暖不透这颗死过一次的心。宋新月，你凭什么改嫁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站住！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结发夫妻。我说过的话，断不会食言。压了一整天，脖子受得住吗？我帮你摘了。多谢将军。叫我迟婚或者再安便好。怎么十二弟的院子，怕是又在那闹腾，也不嫌丢了国公府的脸。柳枝玉枝，给夫人请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二郎，你之前不是说过，这辈子只会守着我一人，绝不纳妾吗？我并未纳妾，他们不过是通房丫鬟罢了，你何必斤斤计较？通房不也是妾吗？你骗我！哪个世家子弟没两个通房？我在成亲前没有纳有一名分的妾室，已是很洁身自好的。你嫁进国公府，难道连几个服侍夫君的人都容不下？你身子弱，若你不能服侍夫君的时候，可想过夫君要怎么办？二郎，你怎么费尽心机，背负着抢夺妹妹婚事的骂名才嫁给你？你居然用这些话来刺我的心！够了，初月，我为了你，听你母亲的安排，瞒着新月给你名分，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贬妻为妾。如今她成了我的长嫂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直到刚才才知道，谁娶了宋新月，谁才是承袭魏国公府爵位的人。我为你失去了什么？是世子之位，是国公府的未来。只知道哭，你哭有什么用？能把我的爵位哭回来吗？难道我宋初月的人，还不如一个世子之位重要吗？在权势面前，你觉得呢？我不嫁了，我要回宋家，我要找父亲。大少奶奶，刚才二公子院子里的人跑来问，说大小姐哭着闹着要回宋家，二少爷拦不住，那边问您要不要过去劝劝。你想去劝？姐姐向来以柔弱示人，动不动就捧心皱眉，说是连步子都走不稳。没成想如今闹嚷起来，摔东西的力气倒是大得很。嬷嬷，替我告诉二公爷院里的人，就说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已经歇下了。是。姐姐这一夜怕是过得比前世我当妾时还要精彩。公公请喝茶，婆母请喝茶。好孩子，你未来是国公府的主母，这只祖传的镯子一定是要传给你的，以后这国公府便交给你来操持了。若有什么不顺心的，尽管来找母亲。母亲放心，新月聪慧，定能打理得好。请婆母喝茶。听说昨日你们院子动静大得很，吵得半个府邸都不安生。景年昨晚甚至都没宿在房里。宋初月新婚之夜便让父君甩门而去，这事儿传出去，难道你脸上有光吗？婆母，我不是。这茶咱们喝完了，若觉得闷，一会儿我带你去园子里散散心。母亲给媳妇儿做主啊！夫君屋里居然站着2个美艳的通房，我昨晚不过是多问了几句，他便大发雷霆。我刚进门便有了通房，这种事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啊？怎么见人？一个连夫君通房都容不下的，不知聘家夫人平日里到底是怎么教养你的？
南为将军夫人在外面说大小姐如何懂事知书达道，如今看来却是教得毫无贵女气概，简直是丢人。这事儿若传了出去，丢的是你夫君的面子，更是我魏国公府的脸面。母亲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才刚成亲啊！夫君在宋家时亲口说过不会纳妾的，他骗我！够了，看死我！你昨晚闹了一晚还不够吗？还想如何？宋初月，你今日便去祠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到底该如何做一个贤妻。别看这些脏眼睛的，累不累？若是累了，咱们便先回屋。我二少奶奶，时辰到了，夫人交代了，让您回房后好好闭门思过。二郎回来了，既然病弱成这样，就滚进里间待着，莫要在这碍眼，惹得我心烦。不怕，万事有我。母亲，母亲，救救女儿吧！宋新月，你看看你姐姐被你糟蹋成了什么样子！跪下！岳母大人，本将军倒想问问，我明媒正娶的夫人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在这里受这种折辱？她是我的女儿，我想罚便罚。你这个没心肝的东西，还不快给老身跪下！女儿不知犯了什么错，竟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受罚下跪。你姐姐同嫁国公公府，在府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甚至被关了祠堂病倒。作为亲妹妹，冷眼旁观，不闻不问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难道就见不得你姐姐一点点好吗？母亲莫要怪妹妹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抢了她的婚事。妹妹心中记恨着我，也是理所应当。可是，我当时只是想着咱们姐妹同家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我从未想过害她。妹妹从小就不喜欢我，自从我回京，她便不愿与我亲近，更不愿意同嫁。说到底，是我自己想姐妹情深罢了。听到了吗？你姐姐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，才受委屈嫁给池二公子的。结果呢？你为了自己那点名分，毁了她的心意，你怎么能如此自私自利？宋新月，你从小到大占尽了双亲的宠爱，如今回报一次你都不肯吗？母亲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从小占了双亲的宠爱，自幼因为姐姐身子弱，你全副心思都在她身上。你可还记得你每个月往江南送的那些精致衣物和点心，所有好吃的好看的，你都说那是留给姐姐的，我不能抢。哪怕是一块我最爱的桂花糕，你都要说姐姐命苦你让她。她回京后绫罗绸缎堆了满屋，首饰匣子放都放不下。母亲可曾记得，你上次亲手为我裁制新衣是在几年前？我的衣裙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，姐姐穿了一次便不愿上身的衣服多到能装满几个大箱子，更别提那些原本属于我的首饰、院子，甚至我的平日用度。母亲，当着将军的面，当着神灵的面，你真的能说得出我占尽双亲宠爱这种话吗？连父亲当年亲手为我定下的婚事，你也费尽心思，你安排了姐姐替嫁，甚至不惜让我去做妾。母亲，我只想问你，你就有这么恨我吗？宁愿毁了我的一辈子，也要逼着我与她同嫁。我哪有恨你？你姐姐身子不好，你与她共侍一夫，以后你生下孩子，正好可以养在姐姐膝下，这叫其利断金。你们姐妹联手，才能在魏国公府坐稳日后国公夫人的位子。你如今把母亲的一片苦心都浪费了，你选了大公子，让你姐姐以后怎么办？你难道真的想眼睁睁看着她死吗？在母亲眼里，我宋新月出嫁做妾，就是为了给姐姐当一辈子的垫脚石，为了帮她生儿育女，为了让她不用受半分苦就能坐稳国公夫人的位置。难道这样不行吗？你是她亲妹妹，你帮帮她，日后她当了国公夫人，自然也少不得你的好处，你这辈子不也有了依靠？依靠，好处，我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是我亲生的母亲。这种安杂的好处，我的夫人消受不起。岳母大人真是好算计，这哪是嫁女儿，这分明是剜亲生骨肉的血肉去喂养另一只硕鼠，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，还要她感恩戴德。我看你们真是疯魔了！我看疯魔的人是你。侯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姐姐，
你终于回来了。新月，对不起，爹爹连日赶回，日夜兼程，还是没能赶在你出嫁前踏进家门，是爹没用。爹这些年不在府里，让你受了大委屈了。爹爹，女儿不委屈，女儿没有嫁当年您选中的池二公子，那种背信弃义之人，不配入我宋家大门。女儿嫁了池峰，他待我极好，有他在，女儿真的一点都不委屈。当初你生下初月，她身子弱，被送往江南养病，你心疼女儿，对她偏心一些，我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着你去了。侯爷，我那也是为了初月好。可是我却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偏心到这种地步。为了她，你竟然不惜毁了新月的婚事和名声。王氏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你怎么配做一个母亲？我也是为了两家联姻，不想让初月受苦啊！再让你待在府里，我的2个女儿都要被你毁了。你做出替嫁之事，我宋家绝不能容你。今日起，交出长家印信，你自去家庙里吃沾礼帛，好好反省。不，宋承风，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怎可如此对我？爹爹，都是女儿的错，是女儿心仪二郎，我真的没有坏心思啊。侯爷，初月是真心的。爹爹，我说过，只要妹妹愿意同嫁，我会与她平起平坐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的。平起平坐。宋初月，妻妾是不是一样？你心中难道不知道？你明知这是妹妹的未婚夫婿，你仍抢了这婚事，现在跟我说你没有坏心思，借着身弱之名欺辱你妹妹，我宋承风没你这样自私的女儿。你既选了池二公子，以后是苦是甜自己受着，不必再回来告诉我，我也绝不会为你做主。但若是你敢再算计你妹妹半分，我便立刻将你逐出家门。爹爹，你怎么能如此偏心？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为了她，就要看着我在这深宅大院里被洞房作贱吗？你对我何其残忍！残忍？你抢了你妹妹的婚事时，怎么不觉得自己残忍？你母亲教你以弱凌强时，怎么不觉得自己残忍？宋承风，你敢如此对我？你莫要忘了我的母家！你敢把我关进家庙，我们王家绝不会放过你！你要为了这个逆女跟王家结仇吗？王家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我早已将你做的这些丑事，一字不差的写信告诉了王家家主。不可能！你那2位哥哥看了信后羞愧难当，回信说他们教女无方，自认没有管教好你这个妹妹。他们亲口承诺，若我今日休妻，他们王家也无话可说，绝不会为你出头。王氏，你做出替嫁这种勾当，甚至让亲生女儿做妾，这种事传出去，哪家门第容得下你？今日看在2个女儿的面子上，我给你留最后一块遮羞布。你可以选择现在就交出管家权，自己去家庙终老，或是我给你这一纸休书，你现在就卷了包袱滚回王家去。我有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我不过是为我的长女筹划，想让她过得好一点，想让她名正言顺的当个国公夫人，我到底有什么错？你的筹划是建立在喝我的血、吃我的肉的基础上。母亲，你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。侯爷，我是为了宋家呀！你当真如此狠心，要将我一人丢在那荒山野岭？不，我不走！再走！救救母亲！我生你养你一场，你难道要看着我死在外面吗？岳母大人，家庙虽远，却是清修的好地方。若您真有心悔改，佛祖自会看在眼里。母亲，你走了女儿怎么办？初月，我的初月啊！送到100里外的宋家旧庙，听好了，没有本侯的手谕，这辈子都不许他踏出家庙半步。谁敢私自接他回京，一律乱棍打死，丢入乱葬岗。这种橙色的燕窝你也敢端上来？我在宋家时，母亲从未拿这种烂东西糊弄我。重做！二少奶奶，如今大少奶奶掌家，各房份例都是定好的。那边说您这月已经超支了许多。他敢！他宋新月不过是个……吵什么，宋初月？你现在已经不是宋家那个捧在手心里的心头肉了。你母亲远在家庙，你父亲更是不许你进门。你出了这名分，还有什么？二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身子弱，不过是想吃口好的调理一下。你怎么……别再给我装模作样了！
你这副样子我看够了。以前偷偷见面时，又是温软如水，又是才华横溢，如今呢，进了门不是要这就是要那，日日闹得鸡犬不宁。我为你丢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世子之位，我为你失去了一切，你却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。池景年，你后悔了是不是？你怪我耽误了你的前程，当初是你求着我母亲要还亲的。我是后悔，我若娶的是宋新宇，现在早已是定好的世子，哪像现在连吃口燕窝都要看大皇的脸色。二郎，我心口疼得厉害，大夫送来的药我喝不下，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？病了就让丫鬟伺候，我又不是大夫，过去看一眼你的心口便能不疼了。以前未成亲时，在那后花园的假山后，你明明说最爱我这副娇柔模样的，你说我是枝头的一抹霜，最是需要你护着。你也说了那是以前，以前背着新月偷偷见你，自然觉得新鲜。可现在呢？成亲才几天，你动不动便病倒，日日都要人哄着护着。我从朝堂回来也是精疲力竭，进门还要替你哭天喊地。宋初月，这种日子谁也受不了。二郎，你竟然觉得我是你的累赘？不然呢？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江南回来的贵女？离了你母亲的宠溺，离了宋家的家世，你除了会生病，还会什么？这魏国公府的苦日子才刚开个头，你就受不住了？姐姐是需要人哄着的，那点私情像是一场美梦，梦醒后才发现，不过是填不满的苦楚。苦，真苦啊！国公爷，两家联姻本就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这两个孩子。如今事情既然已经回到了这名分，也该定下来了。宋兄放心，当年若非新月那丫头救了老夫人的命，魏国公府怕是早遭了难。老夫人的遗愿，我这一刻都不敢忘。即刻将这道请封奏折呈上去，就说大公子持封文武双全，护国有功，请陛下恩准，封为魏国公世子。在忙什么？将军回来了，刚才听说父亲离府前又与公公商议了许久。父亲已经上了奏折，为你夫君请封世子之位。这下二房那边怕是要彻底乱了。这世子之位本就是你的救命之恩换来的，我不过是扶贫弃贵。将军如今学坏了，竟也会说这些玩笑话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魏国公长子文武兼备，赤胆忠收，战功赫赫，实为求仙金此。臣持封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世子爷，贺喜世子夫人，您二位往后可是这魏国公府真正的顶梁柱了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我就说大公子天生贵相，如今得封世子，真是实至名归。世子夫人好福气，将来这国公夫人的位置非你莫属了。这份荣光本就是为你挣的，心月，从今往后，这府里没人再敢让你跪着说话。世子爷，往后余生，新月陪你一起守着这魏国公府。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嫡长女，明明回京时被捧在手心里的人是我。恭喜妹妹了，总算是如愿以偿，当上了世子夫人。难怪当时妹妹在喜桃上那样干脆的不愿意嫁二郎，想必是妹妹早都知道世子之位不是二郎的，早早就看中了疾风将军吧？不然怎么会刚巧在喜床上闹出那一出，非要嫁给大哥呢？这一巴掌，我是替宋家打的，因为你是我姐姐，回我婚事替嫁进府，我为了家族脸面一再忍让你，可你怎么能再说出这种污人清白的话来？非要我当众说出，你与未来妹夫未成春前便私定终身，是你蓄意勾引二公子才甘心是吗？你胡说！你陷害我！陷害？你藏在红木夹子里那些写给二公子的私密情信，现在还在书房里锁着呢。要不要我现在就让人拿出来，给在这席上的诸位大人夫人传阅一番，看看你这位端庄的大小姐私下里到底有多放浪？原来是真的啊！这就叫又当又立，既要名声又要男人。
抢了自己亲妹妹的夫婿，眼看世子之位没了，自己又开始后悔了吧？我没有勾引他，是他引诱我的，是他先对我说那些山盟海誓的。宋初月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若非你当初在那酒里下了迷药，我会受你引诱。你与你那好母亲合谋给我下药，趁着酒劲把自己送上我的床，如今倒是装起无辜来了。你与你母亲都是一样的阴险狠毒，为了上位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害。你还想做世子夫人？你连做正妻都不配。既然你现在看不上我了，那我也没必要伺候你这尊大佛。这是休书，从此以后你我再无半点干系，滚回你的宋家去。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便是死，也要拉着你魏国公府的名声一起下地狱。够了！一个是背信弃义、色令致还的浪荡子，一个是心机深沉、恬不知耻的替嫁女。你们两个谁也别说谁，你们都不清白。父亲，如此心思狠毒、败坏门风之人，留在国公府也是祸害。若不处置，不仅会让池家沦为京城笑柄，更会惊扰到新月的清静。大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赶我走？如今既然圣旨已下，我为世子，代父亲执掌家政。既然二弟与弟妹感情这般深厚，那便分出府去，自立门户吧。3天之内收拾东西，滚出魏国公府。在干什么？再看这府里的空气，是不是比往日清新了许多？脏东西挪远了，心自然就顺了。往后这国公府只有我们和未来的孩儿，心月可还满意？这种猪食你也敢端上来？我是你们的主子！二少奶奶，您省省吧，这儿可没国公府的月例银子。二少爷交代的，爱吃不吃。别在那儿嚎了，听得我心烦。这是我新纳的张氏和李氏，往后他们便住在这宅子里伺候我。10几年，你竟然敢在这个时候纳妾！当时为了娶你，我丢了爵位，如今在这破地方，难道连那2个妾也要看你脸色？二少奶奶，您身子骨不好，还是回房躺着吧。这往后啊，伺候爷的事儿有我们这几姐妹就够了。这宅子小，规矩也多，您若是再这么日日闹腾，奴婢可就保不住要替爷规整家法了。他们在那边闹得不可开交，将军可知晓？那些杂碎何必脏了夫人的耳朵？只要我的夫人开开心心的，旁人的死活又与我何干呢？二少奶奶，这都对1晌午了，还没算出宋家抢亲钱，您是千金大小午了。这管家李氏的操活，怕是没看过吧？也难怪，现在连买菜的银子都快挪不出来了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王姐姐、李妹妹，许久未见，一股子小家子气的俗味儿，咱们换个清静地儿吧。没有母亲的宠溺，很快她在京中成了人人厌恶的存在。没有朋友，没有依仗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接我？初月真的受不住了。大夫开的药呢？快去请周大夫过来，我心口疼。请大夫？二少奶奶怕是烧糊涂了。二少爷昨儿个在外面输了厚的100两银子，这宅子里连买米的钱都没了，哪来的银子给您请太医？我有嫁妆，我的箱底还有2对金镯子，早就被二少爷拿去抵了赌债了。您就安安稳稳的躺着吧，省点力气，兴许还能多喘2成气。里头那位瞧着是真不行了，咳嗽都带着血丝，不行了才好。他若是不死，咱们总归是亲。刘姐姐说了，只要不给他请医送药，不出3月，这正夫的位置自然就空出来了。大，给老子出大！这一把翻了盘，我带你们去燕来楼喝个痛快！石老弟，你那魏国公府的名头早就不顶用了，现在连这1两银子的筹码你都掏不出来吧？这是宅子的最后一进院子，我压了。就是他们3个，模样都周正。二少爷，您疯了！我是您的同房啊！同房值几个钱？不卖你们，那些人就要卸了我的腿。老管家，求求你，最后帮我一回，只要50两，50两银子就能把利滚金压下去。
二少爷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回了。国公爷和夫人虽然疼你，可这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最后一次，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。若是不还，那赌坊的人真的要剁了我的手指头。后来越借越多，真当这国公府是他的金库了。大少爷，二少爷说不给钱就没命了。从今日起，国公府的大门不许他进，账上的银子1分也不许再借给他。他既然选了那条死路，便由着他去。没钱还债，国公府不是你的遗仗吗？怎么今儿个连门都进不去了？姐，娘，救救我！走吧，新回一楼，这儿子定当是死在了外面，半死不活的废物。既然还不起债，那这剩下的命，就去那苦窑里做苦力还吧。国公爷，外头传来消息，说在那苦窑里也没见着二公子的身影，怕是已经没了音讯。罢了，往后便不必再报了。这一夜便接过去吧。咱们池家总归是要向前看的。大夫，夫人近日总是嗜睡，食欲不振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恭喜世子，贺喜夫人！夫人这是喜脉，已有2月余的身孕了。此话当真，千真万确。而且微臣方才仔细辨得，夫人这脉象跳动极其有力，双珠游走，这是双生胎之兆啊！好孩子，杨太，你真是我们池家的福星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全府上下赏赐1年月例，大办银喜。哎呦，我的心肝，快放下！那树皮粗糙，万一划伤了，可怎么好？母亲，太医都说了，多走动走动才好生养。您这真是把女儿当成瓷娃娃了。那哪行？你肚里可是咱们池家的心肝，国公府上下现在如临那只大敌，生怕你有个闪失。你就乖乖听话，坐下来歇着。今日可有哪里不适？孩子闹你了吗？夫君怎回得这样早？又是刚散了朝就往家跑？在朝堂上听那帮老头子吵架，心里全是你的影子，生怕我不在，你走路滑了，饮茶烫了。心月，你若有个闪失，我这辈子都赔不进去。乖，往后我日日守着你，寸步不离。心月，怎么儿女双全了？这满府的喜气总算是圆满了。哈哈哈哈！皇上准了，本想多守几年，可看着那对乖孙，我这把老骨头是真的一刻也不想在朝堂上待了。父亲，儿子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辱没池家100年门楣。往后这国公府的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了。老夫如今只想陪着你母亲，每日去后院瞧瞧孙儿。这天大的权势，哪有含饴弄孙来的痛快？母亲，您快歇歇吧，这一晌午都陪着他们闹，当心闪了腰。不累不累，瞧瞧这眉眼，长得跟新月一样俊俏。新月啊，如今我跟你公公再没什么操心事了，你们小两口好好的，这池家呀就圆满了。夫人，记不记得新婚之夜我许你的诺言？我会给你这世间最高的尊严，维护你周全。从今往后，我赤峰在一天，便绝不会让你再受半分委屈。我信服。